社会工作里面，大家都会觉得它是一个社会上面的一个支持，是一个有意义是一件好的工作。可能大家不知道，社会工作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工作。社工员必须要处于一个高压力的环境，要面对生命的危险。嗨，我是义务社工师安德鲁 Andrew， 有我一切都安娜。社工系可以分成几个类型。第一个，一般大学、科技大学、学院或学分班。那如果是在一般大学是4年制的学程，科技大学有4年制跟2年制的学程。那如果是学分班的话，它就没有时间上的限制，就看大家什么时候把学分修完。但是学分班的学生必须要是具有专科以上的学历，这样子之后在考社工师的时候比较不会有问题。社工系在台湾有大学部，有硕士班跟博士班。在学校里面求学的时候，社工都要学些什么科目呢？一般来讲，在低年级的时候，跟许多科系一样，有共同的科目，国文英文一些通识科目。那也有一些基础的专业科目，比如说统计学、研究法、心理学、社会学等等。到了2、3年级之后，那选修的科目就会更多的是社工的基础科目，比如说个案工作、团体工作、社区工作、人类社会行为，或者是社会工作管理等等。那在高年级3、4年级的时候，就会有其他的选修科目，比如说儿童青少年妇女、早疗、医务、心理卫生，那临终的社会工作、司法的社会工作，这些不一样的各科比较细的去了解不同的领域的社会工作在怎样进行，那如何作业，怎样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工作方法。在社会工作的学习过程当中，很重要的部分是实习。实习在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分法。有些实习会分为第1阶段、第2阶段、第3阶段。通常分3个阶段的。第一个部分的实习主要是见习，去参观机构，了解机构是长什么样子。第2阶段的实习，有些学校会放在机构实习，让学生在寒假或暑假在机构里面实际从事社会工作的学习。那在这个里面会需要运用到过去所学的知识，怎样在实务上面跟个案做互动。第三个实习主要是会放在社区做，或者是方案的实习部分，透过社区工作的实习，或者是执行一个方案工作来进行一个完整的学习过程。方案实习在很多未来的工作里面是需要遇到的，特别是在许多非营利的组织里面，是透过专案或者方案进行工作。这个部分在实习的时候就是非常重要的养成教育。接下来跟大家谈一谈对读社工系一般人有许多的迷思。比如说有些人会认为
读社工系的学生要非常有爱心，读社工系的学生需要非常有耐心。那出来之后的工作，社工就是跟别人聊聊天啊，去人家家里面关心一些长辈啊，或者有需要的人。这并不完全是社工的一个工作。那其实社会工作需要有专业，需要有毅力，需要有恒心。那社会工作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去改变一个人。那我们会在关系里面工作，所以如果你会对人会有恐惧，会有害怕，那对于一个人要去改变另外一个人，上面是有一些担心。那在学校就要好好学习，要面对自己最困难的那个部分，不然在实习的时候就会非常辛苦。那进入职场就会非常的不能够适应，除非你找的机构是不需要跟人互动的，那就会比较走间接的一些社会工作的服务项目。在读社工系的学生来讲，有些人会觉得读社工数学不用很好，这个会有点吃亏。因为想说读第一类组就是文法商的部分，应该数学大家都会很害怕。在1年级或2年级的时候，大家遇到的一门课就叫统计学，统计学的部分或者是研究设计的部分，就会运用到大家数学里面的所谓的抽样、几率的问题。那统计学呢，会一路相伴各位，一直到社工师的考试都会考研究法，研究法里面一定会有一定的数量的统计学的题目。在统计学里面，社工师的考试不会要大家手算，但是会考很多的是观念、差异、比较的问题。这个是需要读社工系的学生在抽样数学的部分需要特别留意的。有许多人认为社会工作就是跟人家聊聊天啊，这个工作是轻松愉快的。其实社会工作需要面临许多很不一样的一个挑战。比如说需要高度压力的环境需要面对。如果你今天要去访视一个个案，他是个更生人，那你对更生人有什么了解？或者你今天要去访视的一个个案，他是家暴的相对人，他比如说他对他的太太施暴，那你今天要去处理他，或者是访视他，需要改变他的家庭暴力的一些状况的时候，当你每天要去面对他的时候，你就会有压力。那如果在这个压力底下，你没办法调试，那你每次就想到你要去跟他工作，这里面就会形成一个比较高涨的压力出来。这个时候每天想到就会很有压力。社会工作里面，大家都会觉得它是一个社会上面的一个支持，是一个有意义是一件好的工作。可能大家不知道，社会工作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工作。社工员必须要处于一个高压力的环境，要面对生命的危险，要跟你不喜欢的人，要跟他一起相处，要跟他一起工作。如果你是不会骑脚踏车，也不会骑摩托车或开车的人，如果你在偏乡工作，那就是更是辛苦。因为偏乡
有时候岸家跟岸家会相距5公里、10公里以上，要骑着脚踏车去访岸吗？这个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或者你要走路去吗？这也是非常麻烦的问题。如果在偏乡工作，你的交通技能、你的方向感都需要有一定的训练，这样子才会不会找不到路。